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吸入空气的，这个工作呢由进气道来完成。但你有没有发现啊，客机发动机的进气道又圆又短，而战斗机的进气道嘛，这很多都是又方又长的。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航空发动机的进气道。这两天呢，我正好有些感冒鼻塞，所以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要比平时少很多，大脑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完全就不想动。对于发动机来说，进气道显然就是它的鼻子了，而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它也鼻塞了吧？但它还真就爱鼻塞，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不一样，飞机，尤其是可以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呢，它的速度范围非常广，而随着其速度的不同，吹入其鼻子里面的空气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有麻烦了。发动机的核心只有一个，也就是它只能针对一种进气量高效工作，进气太少或者进气太多呢，它都吸不过来，相当于就是鼻塞了。而除了鼻塞啊，还有更麻烦的，那就是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本身还特别脆弱，要是吹进来的空气速度太快，就会让里面的叶片发生震颤，从而损坏，后果很严重啊。那极限是多少呢？必须是亚音速的。你看这前后两点，对飞得不那么快，速度范围也不是那么大的客机来说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需要一路加速到超音速的战斗机而言就十分不友好了嘛。那可怎么办呢？就只能针对它的鼻子，也就是进气道下手了。战斗机的进气道之所以那么长，就是要肩负着解决以上两大问题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说减速。早期的进气道大多是皮托式、激波锥式和二元式，现在呢，这很多都用上了加莱特式和鼓包式。但不论是什么式，减速考的都是一个式，那就是激波。上一期我们刚好讲到过激波，超音速气流在经过激波后速度大减，压力剧增，这不正好就是进气道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呢，进气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人为的制造激波。皮托式进气道是一个盾头带开口的结构，能够产生出减速能力极好的弓形激波，十分的简单粗暴，常见于第二代战斗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注重亚音速性能的三代机会使用，比如 F-16。它的缺点嘛也很明显，弓形激波的中心其实是个正激波，而正激波带来的阻力很大，还会让空气的能量骤降，导致发动机因为得不到高能量的气流而效率下降。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希望一开始就产生弓形激波的，它最好能是个斜激波，然后再慢慢变成弓形激波，这样既降了速，也不会损失太多能量。于是晚期的二代机和早期的三代机呢，就开始使用上了激波锥的设计。它会先用圆锥的尖端产生一道圆锥形的斜激波，让这个斜激波正好落在后面的进气道的边缘。进入进气道后呢，斜激波就会在两个表面之间开始反射了，每反射一次，速度都会减少一点点，最终演变成一道较弱的正激波。经过正激波后，气流彻底减速，最终来到了亚音速。同时由于是温柔的减速，所以依然还是能够为发动机提供能量较高的空气的，效率自然也就不打折了。有的激波锥甚至是可以前后移动的，以此来调节进气量，从而匹配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环境，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率。比如 SR7 上面那两台 J58 发动机。当然，跟下一代的二元进气道比起来呢，激波锥对气流做的那些事儿就根本不算什么了，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比方说，可以缩放的进气口，在亚音速时扩大进气口，增大进气量；在超音速时缩小进气口，减少进气量。比方说，可以调整角度的进气道上缘斜坡，它能够让斜激波在任何飞行速度下都正好反射到下缘上，形成后续的减速链路，让发动机始终保持高效工作。很好了，对吧？除了结构有点复杂，重量不够轻盈以外，在进气方面呢，你还真没啥可以要求它的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慢慢就暴露了出来，不够隐形。二元进气道必须是个矩形，否则呢，之前说的那些美好的气流调节功能都是白瞎。但矩形的截面恰恰好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使雷达波能够被原路折返，大大增加了其被探测到的可能性。这个在现代空战中就是绝对的硬伤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拿个斜切工具把矩形推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吧。它呢就是 F-22 机下面挂着的加莱特进气道了。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是把矩形推成平行四边形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嘛？应该没这么简单。你的直觉是对的啊，加莱特进气道的来头可不小啊。虽然不太看得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沉波体。
我们之前讲乘波体的东风17是拿过一个模型来举例子，就是这个把两边往下拽了的斜导乘波体了。它可以把激波面包裹在其下表面上，从而利用激波来获得升力。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个斜导乘波体复制一下，翻转一下，再看看它俩接起来的激波面，是不是有点眼熟了？对的，就是加莱特进气道的那个平行四边形截面了。所以理想情况下，加莱特进气道是可以形成一张像薄膜一样包裹住其入口的激波面的，从而在不需要任何可调结构的情况下呢，获得较高的进气效率，同时还能避开直角边的直角反射器效应，提高引申性能，所以算是一个既轻盈又高效的现代进气道了。那么还有没有比加莱特进气道更加现代的进气道了呢？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鼓包式进气道了，它的全称应该叫做无负面层隔道超音速进气道，但由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位于进气道入口处紧贴着机身的那个鼓包了，所以通常都叫它鼓包式进气道。那么这个鼓包到底要干什么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为了把负面层隔道给去掉的。让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前面的几个进气道啊，有没有注意到它们同机身之间呢，通常都留着一道小缝。这个小缝就叫做负面层隔道，为的是防止负面层的气流进入到进气道里面。由于飞机的机身同空气之间是存在摩擦的，就使得紧贴机身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呢，流速较慢。当这层流速较慢的空气同其余的超音速空气一起进入到进气道后，极容易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轻则使发动机叶片发生震颤，加速金属疲劳，减少寿命；重则使压气机失速传震，直接报废。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把负面层隔离在进气道之外的。但负面层隔道的存在也不利于战斗机的隐身啊，其缝隙特定的宽度会使得特定频率的雷达波正好可以跟它发生共振，反射出强烈的回波，增加了自己暴露的风险。而鼓包设计的妙处就在于其前部扁圆锥形的造型，在气流经过时会在中间产生出一个高压区，来将负面层的低速气流推到两边去，使它们不偏不倚，正好错过了进气道的入口。但它难也就难在巧妙上，鼓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曲面，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和计算其产生的结果，只能依靠现代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来不断模拟与优化，所以只有可能出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上，比如 F-35、歼20等等，在降低了重量和生产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进气效率与引申性能。好了，以上就是这几种超音速进气道的简单介绍，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之所以超音速飞机需要用到进气道呢，就是为了将超音速气流降低为亚音速气流，以便发动机能够正常的呼吸。而且降低的手段最好尽量温柔，能用斜激波就不用正激波，能多用几个斜激波就多用几个斜激波，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要是还能做到结构简单又隐形的话，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记住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3X2型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它从水中穿出来之后呢，便会立即点火，然后迅速的爬上天空。好，暂停一下，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它从水中发射到水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最后我会来揭晓。与此同时啊，我们来仔细的观察它的头部，似乎有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慢慢伸了出来。虽然画面不是太清晰，但我们拉近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对了，就是这根杆子，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点反常识的知识了。这根杆子呢叫做减阻杆，它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反常识的，反常识的是我最后要讲到的东西。当然，我们一步步来，先看看它能够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快速前进的物体呢，都是会受到气流所带来的阻力的。要是速度再快一些，超过音速之后，还会产生激波。就是空气被压缩到还来不及复原的状态，它会给后面的物体带来更大的阻力。虽然超音速后激波不可避免，但是矮个子里面也能找出个个高的。激波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正激波和斜激波。正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垂直，把大量空气压缩在其中，从而对前进的物体呢造成巨大的阻力。斜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倾斜，它也会将一部分的空气压缩其中，但同时也会将其余的空气改个方向，然后就这么放它们走了。所以对前进物体造成的阻力相对会小很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激波是它们的组合体，叫做弓形激波。
顶部是个正极波，两侧是个斜极波，对物体造成的阻力自然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怎么才能产生出相应的激波呢？就是物体的外形了，尤其是头部的形状。简单点来说啊，锥形头部产生的是斜激波，盾形头部产生的是弓形激波。至于想要产生一个纯粹的正激波嘛，我的世界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实验场景。所以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的头部是尖的，火箭的头部是尖的，大部分的导弹头部也是尖的了吧？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的是高速，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小激波阻力。相反，有的物体还就是想要从激波那儿得到更多的阻力呢，比如从大气层外面返回的航天飞机、返回舱等等，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平坦的屁股从太空中坐着回来的。好了，那你说作为弹道导弹，它是想要高速还是高阻呢？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高速啊！弹道导弹打的是抛物线，就跟我们扔石子一样，出手的速度越快，才能够扔得越远嘛，所以它应该是个尖头才对。但反观三叉戟，它的头部却是圆滚滚的，为什么呢？主要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它要被塞进空间局促的潜艇里面，就不能长得太长。那哪边的长度是可以被砍掉的呢？就是利用率本来就不是太高的尖部分了嘛。二是在水中呢，这个尖不仅没有优势，还容易造成运动不稳定，降低速度。但盾头反倒在这儿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利用空泡效应来提高运动速度，显然是比尖头更好的选择。这点啊，咱们看看鱼雷的造型就有数了。好了，水里面要盾头，空中要尖头，怎么调和呢？工程师们左思右想，突然一个灵感迸发了出来，咱们能不能欺骗一下空气呢？让他以为我长的是个尖头呢？怎么欺骗？用一根杆子从圆头上面伸出一截来骗。这就是减阻杆了。减阻杆利用头部先产生一道激波，它正好可以划过后面真正的弹头。这个激波虽然也不弱，但好在减阻杆头部的面积很小，激波对它产生的阻力也就不大了。而弹头和弹身则可以藏在减阻杆拨开的气流当中，这部分气流的压强没有被激波压缩后那么大，所以就成功降低了弹身所受到的阻力，而且降低的阻力比减阻杆本身受到的阻力要多，综合起来就让整个弹体受到的总的阻力减小了。就凭这根可以伸缩的杆子呢，三叉戟在助推段的阻力可以减少大约1半，射程呢则增加了300多公里，可谓效果显著啊。其实如果你把减阻杆的头部和弹头连起来呢，你会发现它和尖锥形是差不多了，等于就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尖头，增加了导弹的等效长径比。在水中时呢，它是缩在弹头里面的，到了空中就伸出来顶在前方。当然，圆头带减阻杆的潜射弹道导弹不光只有三叉戟啊，俄罗斯的布拉瓦和我们国家的巨浪也都是这样的造型。好了，真正反常识的东西来了，你既然都把尖头虚拟出来了，那这根用来虚拟的减阻杆本身能不能也被虚拟出来呢？答案是可以的。用什么来虚拟呢？竟然是用气流，用气流来对付气流真是绝了。是的，在超音速飞行的盾体头部开一个喷口反向喷气，不仅不会产生反推力，降低飞行的速度，反而是可以减小阻力，让自己飞得更快的。所以下次在跟谁比赛跑步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跑一边朝着前面吹气，说不定有奇效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对了，还要揭晓答案。3, 2, 1, fire. 3, 2, 1. 潜射弹道导弹是被压缩气体从水里面推到空气中的，你答对了吗？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我是根据法国 MMP 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它的头上是导引头，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身，其中伸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尾巴上很自然，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好像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它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传输数据的光纤了。以前我们讲过线控的鱼雷可没有想到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竟然也是有线控的。那它为什么要用线控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我们分别来讲讲。反坦克导弹是2战之后发展起来的，
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呐。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而是改在发射后，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可以吗？这个呢就是第一代的反坦克导弹了。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传递到导弹上的呢？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无线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和成本，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本身呢，射程也很短，飞得也很慢，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你看，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即便之后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变为只需要把十字压在坦克上，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好了，再后来呢，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自主生成制导指令，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看起来啊，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毕竟拖根绳子这个画风嘛，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啊，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撤，但问题还是会有啊。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加了回去，而此时加回来的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速度快，数据量也可以很大。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它可以将导弹飞行途中看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地操纵导弹。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一个是发射后锁定，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来选择和锁定目标。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嘛。二是模式任选，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三是体型小巧，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制导站交流信息，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这也难怪直到今天啊，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但有个问题啊，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光纤也连在尾巴上，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一台发动机上了。尾巴上呢确实是有一台，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已。这段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出了发射筒之后呢，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它在哪儿呢？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而是斜着向两个侧面，就像这样一样，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靠向后的分力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啊，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看。其实做完这个模型之后，我才发现真正的 MMP 侧喷管呢还要更靠前一些。改天我再修改一下，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一架客机在空中坏了，能够到舱外进行维修吗？我小时候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一架图154机舱的顶部破了一个洞，然后机组人员就直接裹上大棉被，从垂直尾翼下面的引擎进气口里面爬了出去，里应外合的就把这个破洞给补上了。那个刺激啊，你光是想想就已经够了，有没有特效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还在80年代，而那个时候拍出这部电影的俄罗斯不对，应该是前苏联，还没有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却已经在用这样的电影展示出他们藐视一切的战斗精神了。科学算什么？科学怎么能阻挡我爬出机舱拯救我的同志们呢？关键还是从引擎的进气口里面爬出去的。你仔细品一品啊，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我还对它恋恋不忘。这实在是一个脑洞之作的稀缺品啊！那好，既然飞在空中，想要爬到进气口里面去，给人感觉只会存在于漫威的宇宙当中。那趴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比方说机翼或者是机身上，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你还别说啊，真有人这么干过。碟中谍5有没有看过？阿汤哥一上来就秀了一段扒飞机的特技，在一架空客 A400M 大型运输机的伞架门上趴了足足有几分钟，看得我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那种窒息又兴奋的观影的感觉。都知道阿汤哥不玩假的，那这种徒手爬飞机也是可以真的做到咯。虽然我们在片花里面可以看到他身上绑着的绳子，但那有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要是真的把绳子给去掉，抛开恐惧不谈，光凭双手能把人固定在那儿吗？或者换句话说，要是挂在那架飞机上的人不是阿汤哥，而是你的话，有没有可能真的 hold 得住呢？既然想到了这儿，我就实在是拦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心一试了。首先是要找到一架飞机，对，就是那架跟阿汤哥一模一样的空客 A400M 了。于是我打开了浏览器。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纸上模拟一下勾勾引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去找死呢？何况找你也找不到。好了，言归正传啊，要想知道你能不能徒手抓住那道伞降门，我们需要调查并计算这样几个关键的数据：一是空客 A400M 的起飞速度是多少，这样就能够算出它所带来的风压大小是多少了。二是你的迎风面积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算出风施加在你身上具体的力有多少了。三是你的双手握力有多少，很显然，如果你的握力大于风给你的推力的话，你就能够撑上一段时间；如果你的握力小于风给你的推力，那不就当场 KO 了吗？于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到 A400M 的最小飞行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远比它巡航速度781公里每小时小多了。为了尽量的准确呢，我又翻了很多阿汤哥当时在拍摄那段场景时的资料，结果看到了一个比上面还要更慢的速度，130英里每小时，也就是210公里每小时。用航空通用的单位来说，大约就是113节。这个速度啊，如果你稍微了解航空一点，就应该感到相当的吃惊了，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飞得慢比飞得快更难，因为飞机的升力来自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压力差来自于气流速度，速度小了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在不装载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呢 ，A400M 的自重就已经超过了76吨，而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更是可以高达141吨。大型运输机的最小速度越小呢，说明它越灵活，越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飞，越能够完成精确的空投和给直升机编队加油这些任务。所以看出来了吗？这其实是空客的广告植入而已。好了，不管那么多，假如你也能够享受到像阿汤哥这样由全机组使出浑身解数所带来的超低速飞行的话，你所面临的风压是多少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通用公式来估算一下，也就是风压等于速度平方除以1600。假设现在本来是无风的状态，那么飞机飞多快呢？迎面而来的风速就有多快。210公里每小时等于58米每秒，于是风压算出来就是2.1，后面的单位是千牛每平米，再换算一下就是210公斤每平米。好，知道了这个时候每平米的风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来具体的算算落在你身上所产生出来的推力有多少了。那就是把风压乘以受力面积。假设你已经被大风吹来像阿汤哥那样横着了，也假设你的身材跟阿汤哥很相似啊，毕竟我是没法亲自上门帮你量的嘛。另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数据呢带入到公式里面，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既然已经横着了，受力面积基本上就等于是胸部那儿的截面积了。当然，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算出来呢，误差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的头是圆的，肩膀也是圆的，他们受的力肯定是没有一整块平坦的截面积受的力大嘛。那我们就乘个系数0.6吧。好，来看阿汤哥的胸部截面积啊，我查了好几个网站啊，多数的结果是胸为44英寸，臂为16英寸。为了简便，我们直接把它们简化为一个大圆，旁边挂着2个小圆，希望阿汤哥不要介意。
米啊。这样的话，截面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0.126平方米，再乘上我们的系数0.6，就是0.0756平米。拿它乘以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风压，得出的结果就是15.876公斤。这个就是此刻的大风作用在你身上的推力了。那么你能够徒手把自己紧紧地抓在飞机上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表格啊，列出了正常的成年人握力的数据，你可以对照着看看。就算是再不济握力只得了1分内档，也照样是能够把自己 hold 在机身上的，甚至只用一只手就可以了啊！想到我也可以像阿汤哥那样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直浑身轻松啊！那我们能不能把难度再升级一下呢？这还只是躲开了螺旋桨挂在了机身上，要是我们直接就挂在螺旋桨正后方的机翼上，还能够再徒手抓住吗？为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时速210公里时 A400M 那直径5.3米的螺旋桨背后所吹出来的风速是多少了。这该怎么算啊？好在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发动机的推力等于流过推进系统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空气流速在出口与入口的差值。这就好办啦，因为我已经查到了 A400M 上面装着的 TP400 涡桨发动机，每台的推力是11000公斤，空气质量流量是26.3公斤每秒，而入口处的风速呢，恰好就是飞机的航速58米每秒了。那出口处的风速代入公式一算就得出来了，476米每秒。再套用之前的公式算一算，你在这里所要承受到的风的推力是1071公斤。好吧，我是没有任何希望了，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一试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听到这儿，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一些二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也是载有飞机的，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但是本来就很局促的战舰尾部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那带上它们有何意义？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弹射器。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但降落呢？该降在哪儿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怎么起飞、怎么回收，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好，那我们就按着顺序来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之所以放在战列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扒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相比起来啊，这些早期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呢，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炮弹，这让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赛号里面的人间大炮。人间大炮，一起准备。人间大炮，开始准备。人间大炮，只不过在这儿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而不是可赛战士。准确点说啊，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筒。
我分析啊，之所以要用它呢，是基于2点。第一，确实是由于药桶里面的炸药在爆炸之后，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给加速起来了。第二点是啊，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筒，而5英寸的舰炮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既然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5英寸的药筒来发射炮弹的，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一物多用，省时省力。再说了，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筒呢？本来就只占了那么区区几架而已嘛。你要是非得为它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或许才真是不划算呢。这样我想到了德国，不同于当时的美国，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显然走的不是捷径，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好了，弹射出去之后，这回收该怎么办呢？没有飞行甲板，叫飞机落在哪儿呢？原来啊，是落在海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难道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那就是它们身下都带着浮筒，说明它们都是水上飞机。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海面就是它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它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接着后者就可以用起重机把它吊回甲板上面了。当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你想啊，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才能够成功回收，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战列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代价不可谓不大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既然代价巨大，为什么还非要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主要就2个，侦察和火控。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把视野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2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越发越远，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来校正自己的发射参数的。看不到落点怎么搞？那就上飞机看呗。其实在上飞机之前啊，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做不到只好淘汰，但需求还继续在那儿摆着呀，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炮手的眼睛，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很可惜啊，重量和速度都在那儿摆着，办不到啊。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要是再装点弹药变得更重，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已经是有点活靶子的意思了，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不是自找无趣吗？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捕食者无人机螺旋桨放在后面，喷火式战斗机螺旋桨放在前面，亚当 A500 一前一后都放着螺旋桨，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螺旋桨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呢？这对飞机的飞行来说有区别吗？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说结论啊，有区别，而区别在哪儿呢？我们这就展开啊。先来确定一个概念，那就是根据螺旋桨位置的不同和作用的不同，它们分别被叫做拉动式、推动式和推拉式。你能把它们各自的螺旋桨位置对应起来吗？其实很简单啊，螺旋桨在前面时呢，感觉就像是在拉着飞机跑，所以它就是拉动式；推动式就是螺旋桨放在后面推着飞机跑的模式了。至于推拉式，根据这个逻辑，咱们也应该都知道了吧？好，那就一个个来讲了。拉动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设计简单，制造省钱。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来说啊，螺旋桨在哪儿，就把发动机也放在哪儿，是最经济实用的选择了。如果中间搞出一大堆复杂的传动机构，既增加重量又增加成本，是没有几架飞机会这么干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对飞机上最重的大活宝究竟该放在哪儿才能最有利于飞机的飞行稳定呢？答案就是在重心附近。
飞机的重心一般都是位于机翼附近，而机翼为了能够拉开同尾翼之间的距离，以制造出足够的操纵力臂，所以位置一般都是比较靠前的。那么把螺旋桨带发动机放在前面，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操作了。基本上这样做之后呢，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重心不稳定方面的顾虑了，自然是省了很多的事和很多的钱，看起来很好，对吧？但其实它的缺点都隐藏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最重要的一个引擎效率不够高，因为被螺旋桨推向后方用来产生反作用的力，会一路撞上很多的障碍物，发动机、机翼、驾驶舱、尾翼等等，使原本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为了改进这一点呢，就需要换上更大的螺旋桨和更强劲的引擎，但是这又增加了飞机的整体重量，所以相当的尴尬，只能折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将就了。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缺点是，因为整架飞机都位于螺旋桨所造成的空气湍流之后，就会让它经受更为明显的震动影响，而且随着飞行速度和风速的变化，这种震动也在随时变化，并随时对飞机的飞行稳定性造成影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能够察觉到这些改变，并主动做出调整来稳住飞机。但对于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需要自动驾驶的无人机来说呢，就很难去适应和调整了。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的东西，你要用代码把它写出来，还真是不太现实啊。好了，正好我们就借此来切换到讲推动式的螺旋桨布局方式了。它有什么好处呢？接着前面的讲啊，就是由于螺旋桨这个时候放在机身后面了，它推出的空气谁也碰不到了，一是大大增加了引擎的效率，加同样多的油可以飞更远的距离，推动同样大的飞机呢，可以用更小更轻的引擎。二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湍流对于机身的影响也就不再有了，所以飞行的稳定性更高，也让自动驾驶更容易实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捕食者要选择将螺旋桨放在后面的原因了。其实不止捕食者啊，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这么干的。当然，螺旋桨放在后面对这些侦察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那就是把头上面空出来了，不管是装上眼睛还是安上雷达，都有了最好的视野。同理啊，对于观光用的飞机来说呢，也是可以装上360度无死角的透明座舱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就是滑流效应消失了。什么是滑流效应呢？就是当螺旋桨转动起来之后，它会把空气也带着转动起来，所以如果把螺旋桨放在前面，就等于是它推出的空气不仅是在往后跑，还是在绕着机身往后跑。当绕来碰上垂直尾翼的时候呢，就会给它一个侧向的力，让飞机偏离原来的航向。于是飞行员就要不停的跟这个滑流效应做斗争，不停的补偿飞机的偏航，大大增加了操纵的难度。但是你想啊，推动式就没有这个烦恼了，飞机的控制面都是在这段绕圈圈的气流前面，一点影响都碰不到嘛。但只有好处吗？缺点依然多多。咱们捡重点来说啊，一个是虽然螺旋桨造成的湍流影响不到机身了，但这回螺旋桨自己却被湍流影响到了，因为进入螺旋桨的气流都是先经过了机翼或者尾翼的扰动了的，所以就会让它自身的震动变得明显。尤其是那些装在机翼后面的螺旋桨更是遭殃，因为从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吹过来的风速度还都不一样，震动就更加剧烈了。这样的话，就对连接它们的机身结构强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怪不得早期很少有人敢去尝试了。第二个问题啊，由于螺旋桨和发动机都放在了后面，所以重心自然就靠后了。为了平衡啊，机翼的位置呢也必须要往后调，结果就是机翼和尾翼靠得太近，力臂变小了，飞机的控制性和稳定性开始减弱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引入压翼来辅助了。但压翼是一个静不稳定的结构，也就意味着你要是不能一直去微调和控制它的话，飞机是不会自己稳定下来的。当然，现在我们有了飞控电脑，可以交给它来自动控制。但是放在以前呢，又是一个阻止工程师去尝试推动式布局的门槛了。剩下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啊，比如螺旋桨在后，就让飞行员的弹射逃生变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原本可以依靠螺旋桨来自动降温的发动机呢，现在变到螺旋桨的前面去了，于是散热也就成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比如起飞和降落时都容易屁股朝下，螺旋桨因此也更容易遭到损坏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到了现在呢，也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无非是麻烦点罢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能理解了啊，到底是把螺旋桨放在前面还是后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对错的，这跟时代、用途、经济都是有关系的，在最适合的地方用最适合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
对了，还差一样没错，那就是前后都有螺旋桨的推拉式了，它又凭什么存在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结合了一些前两者的优点，并尽可能去掉它们的缺点的产物。比方说重心你现在是不用担心了，湍流影响也肯定是减小了，前拉后推效率也是增加了。最主要的是可以克服只有一台螺旋桨带来的一个致命问题。转矩，就是螺旋桨总是想把机身朝相反的方向转过去的趋势，这很危险而两个螺旋桨朝不同方向旋转呢，正好就抵消了这个力矩。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推拉式很重要的一点了。好了，我是火箭叔，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留言跟我互动吧。这是一个单摆，当我放开它之后，它会像这样来回的摆动，既有节奏又有规律，所以我知道只要我对它进行一次观察和测量之后呢，就能准确的预测它以后每一次的运动了。那让我们在它的下面再加上一个可以活动的摆臂，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双摆。它又会怎样运动呢？我们来试一试好像完全没有规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前后两次都在同样的位置和高度把它们放下去，它们会按照同样的方式来摆动吗？不会，所以不同于单摆，想要预测一个双摆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混沌系统，而天气模式恰恰正好也就是一个混沌系统，所以有的时候呢，天气预报警告你说明早暴雨，千万不要出门，但你起床的时候却发现晴空万里，别怪气象台忽悠你，要怪就怪这内建在我们宇宙当中的混沌系统。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混沌系统，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对天气预报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减少它所造成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开始了。先来说混沌系统是怎么回事吧。就像我一开始给大家演示的双摆一样，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的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导致我们完全无法预测它下一秒究竟会出现在哪儿。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以及更进一步要怎样才能够让它出现在那儿了。这种感觉实在有点抓狂又有点无助，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身边的这些事物应该都是符合物理定律的，而物理定律又是一样确定的东西。如果我们用确定的定律来建立起一个确定的模型，怎么就不能准确的用来预测甚至是控制这些事物的变化了呢？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在挖下如今这座物理大厦的根基时就是错的。会是这样的吗？至少当初发现并且定义了混沌理论的人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灵魂拷问，不过针对的目标不同而已。1960年代 MIT 气象学家埃德洛伦兹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来对地球大气进行模拟，以便找出天气变化与大气中各项数据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帮助他来准确的预测天气。那个时候他建立了12个方程，并筛选了12个与天气相关的变量，比如温度、气压、湿度等等，再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并让它根据方程运行之后呢，计算出来的结果会依次的打印在一张纸上面，这样就能很方便的观察数据的演变同时间之间的关系了。有一次洛伦兹需要对之前已经跑过一遍的数据再做一次模拟，为了图省事呢，他选择了从中间开始，于是再按照原来那张单子上把一个一模一样的数值输入到计算机之后呢，他放心的走开喝咖啡去了，然后满心的期待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相同的结果。但让他十分吃惊的是，这个重新计算出来的表格只在他输入数据之后的几行里面保持着较小的误差，然后慢慢的就差到天上面去了，结果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形象点说的话，就是原本这些数据预测的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而这会儿却变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暴风雨。怎么会这样呢？你看跟前面一样，什么都是确定的，为什么到了结果这里却是一个说不准的东西呢？所以一开始洛伦兹怀疑是不是计算机本身出了点问题，就像我们会怀疑是不是物理定律基础出了问题一样，但很快他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原来这些表格里面的数据在小数点之后其实是有6位的，计算机也是按照小数点后面6位来计算的，但在打印出来的时候呢，却只保留了小数点后面3位。于是当洛伦兹需要重新运算而重新输入数据的时候，他就直接按着表格上面打印出来的数字输了进去了。记住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差别，比方说原本是 0.357231，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 0.357， 计算机会默认后面再跟上3个0，就是 0.357000， 很小的差别对吧？洛伦兹知道这点吗？他是知道的，但他跟我们一样认为这一点点的差别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对结果来说肯定是微乎其微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点的差别在积累之后呢，会被放大到一个极其夸张的地步，你是不可能跟上它的节奏的，也是无法对它进行预测的。于是这个意外启发了洛伦兹提出他伟大的混沌理论，而混沌理论最终演变成蝴蝶效应，走进了大众文化。
predictability in a complex system. 好，我们先暂停来总结一下。通过以上的讲述呢，你会发现混沌理论或者混沌系统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初始条件极其的敏感，哪怕一开始只是一丝的差别，都会导致结果走向难以预料的深渊。重点在于难以预料。在这儿，看似每个环节都在严格的遵循物理定律，但你就是找不到因和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一点校正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物理定律错了吗？没有，就像洛伦兹的电脑也没有坏掉一样，只是尽管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在严格遵循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但看起来它们的运行却是完全混乱的。于是就让这个既确定又混乱的系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确定的混乱，相当的矛盾，对吧？所以啊，你还能埋怨天气预报员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做天气预报吗？而且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的天气预报反倒是越来越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混沌系统的重点在于对初始数据的极其敏感。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一开始能够掌握最准确、最全面、最清晰的数据，也就能够对这个混沌系统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了？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而且如今我们的气象预测就是这么做的：建立更完善的数学模型，收集更全面的气象数据，使用更快速的超级电脑，都在极大的提升我们对天气变化这个混沌系统的预测的准确率。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第一啊，无论我们是使用卫星还是雷达，使用超级电脑还是量子计算，都不敢说掌握了事件的全貌，获取了最准确的初始数据。那么后续的预测会偏离现实，就必然存在的。第二，洛伦兹早就发现，使用更精确的输入数据来提高对混沌系统的预测准确性是有一个极限的。当超过这个极限后，不管你再怎么提高初始数据的精度，对后面的结果都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比方说，到了今天，即便用上这么多的高科技手段来收集数据，预测明天的天气可以做到非常的准确，预测后天的天气呢也是相当不错。但是想要预测1周之后的天气，就几乎不好使了。半个月之后呢，你还不如拿历史数据平均一下来得准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混沌系统和天气预报了。知道了这些，好像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宇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上的。原本以为只是在微观的粒子世界里面是不确定的，现在看来啊，宏观世界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与其费尽心思的想要搞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不如好好的活在当下，让每一天都有确定的收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说到超级工程，作为中国人，咱们可是一点也不陌生了。这不，又一个超级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就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海底高铁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了。我翻了一下相关报道，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施工方式。由于位置特殊，地下环境复杂，所以为了挖通这个隧道呢，我们几乎是把目前所有主流的挖掘方式都用上了，其中就包括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它们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不同的部分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正好借着汕头湾海底隧道这个例子，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地下隧道，尤其是海底隧道到底要怎么建。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不过得先补充一下，我刚才说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隧道挖掘方式，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有的，另一个也很有名的方式叫做沉管法，它应用在很多的水下隧道建设中，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也说过的港珠澳大桥的海底段，尽管它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最后我们还是会提一下它来作为对比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隧道的建设要用到这么多的方式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汕头湾这个地方呢，地下的地层太多变了，从最软的淤泥到最硬的花岗岩，从8度地震区穿越过17条断层破碎带，从陆域到海域，既要扛住海底的高压，也要适应海水的侵蚀。我只想说，太难了。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拿下这个开了挂的大 boss， 所以只能组合着来。比方说，在一开始又软又浅的入口段呢，就采用明挖法。咱们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猜出它大概是怎么工作的了。简单来说，就是先把这个需要建设隧道的地方整个从地面上挖开，然后在露天的情况下修筑内衬，也就是能够把隧道支撑包裹起来的结构。接着呢，把一开始挖着的泥土回填覆盖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显然是最简单、最经济、最快速的选择。
择了。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啊，就是只能对付较软的土地和挖较浅的隧道了，一般只应用在城市的地铁站和地下通道的建设当中。当然，用在汕头湾海底隧道的入口段也完全没有毛病，因为在这个较浅的地层里面呢，主要是疏松的粉砂岩，正好完全就是明挖法最擅长的场景了。接下来隧道往前推进，我们就要面临更深更黏的淤泥质土层了，以及越来越硬的弱风化花岗岩层了。于是出场的选手就变成了盾构机。其实这几年呢，随着各个城市都在抢着修地铁，盾构机出现的频率应该说是相当的高的。让我猜一猜啊，上面我说的几种挖隧道的方法，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矿山法，什么是城管法，但一说到盾构法，你一定我知道，就是那个挖地铁的东西了。没错，盾构机其实解释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直径可以达到10几米的大电钻就可以了。它拼命的，只不过拼了命，每天也只能以几米的速度往前转，然后通过传送带把转出来的泥土、碎石或者是泥浆源源不断的往后送出隧道。一边往前转呢，就一边在后面用预制好的弧形或凝土块将洞壁砌起来，形成衬砌。在防止隧道坍塌的同时，也作为推动自己往前进的支撑面，简直是一举两得啊！其实这样形容还不够，实际上整个盾构机就像是一枚可以多线程工作的 CPU， 在同一时间把好几样工作都完成了。推进、出土、拼装，而且几乎都是自动化作业，所以看起来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好像慢得不行，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挖洞工具了，并且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支撑和掩护下，施工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难怪它能成为地铁建设中的明星了。但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挖不了坚硬的岩石。也不是挖不了啊，只不过你实在扛不住，没挖几米就要跑去换个刀片吧，既不经济又不安全，而且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又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选了。对了，既然到了又深又复杂又坚硬的岩层了，我们的方法就需要换成矿山法了。这个方法既然得名如此，肯定是跟矿山有点关系的。实际上，它就是从矿工们挖开矿洞的方法中找到灵感的，用矿山法来开挖隧道。最大的特点是，隧道的形状并不是一次性挖出来的。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就想啊，你要挖的这个隧道，它设计出来的形状，也就是横截面的形状，是个正方形，上面再带个拱顶。按照盾构机的策略，我一次性给你把这个形状挖出来。它的底气来自于，反正挖开来，我自己也能够用躯体给你顶上啊，不怕坍塌。但矿山法可不会这样干，它会把这个横截面呢分成好几次来挖。比方说，先挖一个半圆形的隧道出来，作为最终隧道的拱顶。等把这部分完成了，然后再向下、向左、向右挖出完整的隧道出来。之所以要这么干，是因为在挖出一部分岩体时，它上面的岩体由于失去了下面的支撑，随时都会有坍塌的风险，所以就要边挖边人为的进行支撑。支撑当然是面积越小越容易啊，所以就从挖小洞开始，再慢慢的把它扩成大洞吧。当然，至于是先挖哪一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比方说，面对稳定性不那么好的松软岩层的话，那就先挖顶部，等挖好顶部并做好支撑之后呢，再开始向下挖，然后把左右护墙给砌起来。当然也可以是先挖下面，然后再往上扩，也可以是同时挖出上下2条隧道，然后一起往中间挖。花式太多，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但我还是想再说一个在矿山法中应用很多，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样东西。锚杆，让我们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神奇的加固一个新的凌空面，甚至在下面什么支撑物都没有的情况下，也能够很有效的保持隧道的顶部不坍塌。其实原理也并不复杂，它的作用就是来拉紧彼此分离的岩石块，增加它们之间的摩擦力，使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很聪明的办法吧？当然，更聪明的是将这些方法组合在一起，打出组合拳来搞定这条不可思议的海底高铁隧道的工程师们了。很期待它能早日贯通。对了，最后我还没有忘记啊。城管法，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它就是将若干个预先生产好的隧道段运到施工的水面后，再一个个的沉到水底并拼接起来，密封之后排空里面的水就建成了。当然，我这是超级缩减版啊，实际过程肯定要复杂很多。城管法的优势就是方便、便宜、快捷，因为它不需要挖洞嘛，所以是现在很多水底隧道的施工方式。那为什么汕头湾海底隧道不用城管法来修建呢？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温环境，但恰恰这里缺的就是这个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火箭叔，欢迎关注我的栏目，把想说的建议、想要指出的错误以及想要补充的观点都留言告诉我吧。